大家好，欢迎收看扣码电竞。Faker 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 LOL 项目决赛中，带领 T1 战队以让1追3的方式击败 TES 战队拿下冠军，并且当选为 LOL 项目的 MVP 选手。随着 Faker 夺冠的消息传来， LPL 区域的新动向也浮出水面，特别是关于 BLG 战队的最新动态。在此次电竞世界杯出战中， BLG 不敌 T1， 尽管双方夏季赛表现均欠佳，但 BLG 在优势局面下被逆转，尤其是打野宋的表现不尽人意，成为了众矢之的。与此同时， T1 战队以3比1的比分击败 TES 战队。 TES 在开局迅速占据主动，通过中路单杀和连续的策略执行，仅用时22分钟就迫使对方投降。然而 T1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与战术调整能力。第二局中，尽管 TES 初期取得一血，但 T1 凭借中路的出色团战，于25分钟实现逆转，直接锁定胜局。第三局比赛更为焦灼，双方在龙坑多次激战，最终 T1 凭借关键团战的胜利，携带大龙 buff 推进，于38分钟结束了战斗。决定性的第四局里，虽然 TES 的 Jackie Love 在中期发挥亮眼，拿下4杀，但 T1 在后续的团战中展现出压倒性优势，于28分钟完成了一波终结，赢得了系列赛。Faker 加冕后， LPL 区内传出了 BLG 即将引入前 MSI 冠军打野魏的消息。魏在与 RNG 的合约结束后成为自由人，其加盟 BLG 的消息在多渠道流传，尽管尚未最终确定，但这笔转会若成真，无疑将在圈内激起波澜。在这次的电竞世界杯中， BLG 战队在首轮即遭遇 T1 战队，两支战队夏季赛状态都不太好，但这场 BO3 较量中 BLG 是输给了 T1， 决胜局是在领先5000经济的情况下被对手翻盘。比赛结束之后，也是遭到了观众们的疯狂嘲讽。其中，打野宋选手的状态较差是导致 BLG 输掉的关键原因之一。在虎扑的分锅大会上，更多的观众将票投给了打野位置，认为宋要为 BLG 的失败负责。BLG 的优势在哪里？他们的下路组合稳如泰山，只要打野宋不给对手 Warner 太多发育空间， BLG 在对位上就有十足的底气。再者， BLG 最近多次战胜 T1， 这无疑给了他们巨大的心理优势。再来看看 T1， 这支曾经的王者军团似乎有些疲态，最近的夏季赛表现平平，连续2场失利让人不免担忧。就连传奇中单 Faker 也出现了被单杀的情况，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T1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 C 位不够多， Faker 难以复制当年的辉煌，而小吕布也难以独自扛起队伍的重担。打野宋必须限制住 Warner 的节奏， T1 的打野向来是他们的强项，如果让 Warner 舒服发育， BLG 将会非常被动。中路兵要稳住对线， Faker 虽然状态有所下滑，但仍然是一个极具威胁的选手。兵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 BLG 就能在其他路段寻求优势。下路双人组要继续保持稳定发挥， BLG 的下路一直是他们的强点，如果能在下路取得优势，将极大增加胜算。Faker 夺冠后， LPL 这边传出爆料， BLG 战队将会引入 MSI 冠军打野魏在之前已经结束了和 RNG 的合同，正在寻找队伍，大家都想看看魏能去哪，但大多数观众都猜不到魏会去 BLG。 现在多方爆料都说魏加盟 BLG， 但含义透露这个事情还没有敲定，还得等等消息。可以说这次的转会要是达成，一定会引起不小的争议。另外一个爆料就是 BLG 补强教练组引入的是之前在 WBG 执教的 EasyHome。 之前 EasyHome 在 WBG 执教因为 BP 过于死板引发观众不满，最后 WBG 选择放弃 EasyHome。 后来 The Shy 是找来了梁大人来当主教练， EasyHome 就一直处于待业状态。引入 EasyHome 的举措很有可能是在效仿 TES 战队。 TES 战队夏季赛是引入茂凯，还有中单西叶更多的角色是中单位置的教练，专门负责给 Cream 传授经验，然后复盘比赛细节，帮助中单打得更好。EasyHome 在之前执教 WBG 表现不佳的情况下，
来 ，BLG 很可能就是1对1来帮助左手的，但具体效果如何，还得看后续转会真诚了之后 ，BLG 是否能有正向的改变。总之 ，BLG 战队去年年底最大的失误就是没能留下 Tubby。Tubby 有可能存在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情况，但失去 Tubby 确实损失巨大 ，BLG 的纪律性越来越差了。从战队配置而言 ，BLG 看起来还是有机会去和韩国队打一打的，毕竟 MSI 上击败了 T1，如果能够回归到正轨的话，或许能达到一个新的巅峰。今年的 MSI 和世界杯、LPL 赛区都未能拿下冠军，今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LPL 的联赛热度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如今 LPL 就只剩下 S 赛这一个机会。个人认为，这次世界杯比赛的赛制和赛程其实是利好 LPL 的，但没能夺冠。一旦到了 S 赛那种长赛程的较量 ，LPL 会更难打。LCK 方面会展现出更强的调整和学习能力，想要在 S 赛夺冠难度极大。为此 ，LPL 的各大战队必须得努力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LPL 官方也得具备有一定的危机意识。今年 LPL 进行了赛制改革，但全局 BP 仅仅在定组赛中施行。这次世界杯的比赛能清楚地看到 ，LPL 赛区的战术变化性跟 LCK 比还是差得太远。现在只能期待 BLG 和 TES 在剩下不多的时间内能够崛起爆发，同时也希望 S 赛的版本能够足够适合 LPL， 否则今年的 S 赛有可能 LPL 连决赛都进不去。不说复刻 S5、S6 了，就复刻一波 S7， 对于 LPL 来说都是毁灭性打击。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